拨开世间万象，解密背后真实。大家好，我是野生 AI 产品。在前面我们了解了那么多大模型的底层原理，包括它的结构、框架、怎么训练的等等信息。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大模型的应用。很多人第一次和 AI 聊天时都有一种感觉 ，AI 好像真的懂我，它会安慰我、分析我，有情绪、有逻辑，甚至能共情到我。于是很自然的就会问出一个问题 ：AI 是不是真的懂我？它是不是具有思考能力？它是不是记得我们上次说过的话？但真相往往既简单又反直觉。大模型并没有理解你，它只是在做一件事情，预测下一个字。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文字接龙的游戏，像我说今天下雨，我一个人走在路上，你就会接感觉有点凉，然后另一个小伙伴又接到想起了小时候妈妈给我披上外套。每个人都不再深思这一段话的主题、人物成长、故事动机，只是根据前一句话接下一句话最顺的表达。 AI 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它不理解你的情绪，不会思考你的意图。大模型只是在根据以往看到的海量文本选一个最可能接在这个位置上的词。 AI 没有在读心，它只是在接龙。那么问题来了，它既然只是接龙，为什么接得这么好，甚至看起来像在组织完整的句子？因为这个接龙不是只接一次，而是接一个字，再根据新句子接下一个字，再接下一个字，一直到结束。就像 UP 主讲的真好，那我接第一个字的时候变成了 UP 主讲的真好点，再把新句子作为输入给大模型，大模型又接下一个字，就得到了 UP 主讲的真好点个，新句子再输入一次，就接成了 UP 主讲的真好点个赞。这种自己生成，然后用自己生成的内容继续生成的方式，有一个名字叫自回归，但你也不用记这种专业术语，只要把它理解成连续接龙就行。 AI 能接得好，因为它在训练中见过书籍、新闻、论坛对话、代码库、小说、产品手册、课程讲义、邮件事例、会议纪要。如果把你这一生读过的所有内容装进一本书里，那可能只有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是 AI 大模型读过的东西相当于几座城市的图书馆，因为它见过这么庞大的样本数据，它从中总结出了接龙的规律，所以它预测下一个字时近乎无往不利。关于这一块的详细技术细节，可以看我之前介绍大模型原理的视频。 AI 接得这么好，是因为它见得太多，但见得太多不代表它真的理解知道。当它不知道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状况，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很多小伙伴都会奇怪啊，为什么大模型有时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因为 AI 的任务不是给出真实的答案，它的任务是把话接完，接通顺。如果它不知道答案，它仍然会接，因为它的目标并不是接对，而是一定要把这个话接下去。它不会停下来反思我说的对不对，这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这样回答是否合理。它不会问自己这些问题，因为它没有自我和真伪判断能力，它只有一个机械的机制，无论如何都要把句子接完。 AI 不是在判断真相，它只是在保持连贯。所以当它缺信息、误解场景、没有看清问题、上下文不清晰时，它就会自己脑补，一本正经的编，并且语气还特别自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的幻觉，它不是故意骗人，只是被要求一定要这么做而已。总之呢，大模型不是在理解，它没有想法、没有情绪、没有自我，它只是在用概率循环预测下一个字。当然问题就来了，既然它不理解，为什么能回答的那么准确，看上去还挺像一回事呢？你问它量子力学，它不会接成量子力学是一首好听的歌，它会非常正经的解释概念、举例，甚至总结重点。答案是因为我们在训练它的时候，让它形成了回答问题的习惯。我们把这个可以拆成3个来源来理解。第一个原因是它在训练中看到过太多问答的事例，在训练的第一个阶段，预训练时期，模型读过非常多的文本，就像刚刚的例子，模型读过的内容相当于几座城市的图书馆。这其中有大量的问答例子，比如说问水是怎么变成水蒸气的，答当水被加热时温度升高等等等等。问考试压力好大怎么办呢？答尝试规律作息，先把任务拆小。问什么是需求文档？答需求文档是用于某某某。问请翻译早上好，答 Good morning 等等等等。模型看过成千上万上亿次这样的结构后，他就学会了一个模式，问号后面不是接句子，而是接答案。像我们听到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大脑自动会接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曲，不是因为我们思考判断，而是因为习惯造成的反应。模型也是一样， AI 模型不是读懂了问题，而是学会了问题后面通常会接什么答案。第二个原因呢，训练中 AI 还被人类教过怎么来回答。研究者发现预训练虽然让模型会回答了，但它经常答偏答乱，不按指令来，于是接下来又专门训练它听指令。这一步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指令微调 Instruct Fine-Tuning 和人类偏好强化训练。简单理解，这是教它怎么像一个人类一样说话的训练。我们告诉模型，用户说帮我翻译， AI 就翻译，不要多说。用户说总结重点， AI 就直接总结，不要扩写。用户说我很难过， AI 就安慰，而不是分析物理定律。当模型回答不好时，就告诉模型这个回答更好，你要向它学习。久而久之模型形成了对人类友好、可控、安全的回答风格。这就像客服的上岗培训了，不是客服一上岗就会很温柔的说话，是反复训练加纠正加示范形成的整个客服的话术风格。第3个原因呢，就是对话数据中用了一些特殊的格式，让模型知道自己是在回答。你对模型说为什么下雨天容易想起过去，但实际模型看到的是类似这样的结构 user 冒号为什么下雨天容易想起过去问号 assistant 冒号，注意最后这一行 assistant， 这就会强烈的暗示模型这里要开始回答，不是继续接龙，而是要进入答题模式。这就像在草稿纸上写问答，只要看到答，我们经过这个高考训练的手
手就会开始自动写答案，那不是思考，是格式触发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几乎所有的大模型对话的底层接口都在用 User Assistant 这种格式。AI 不是理解我应该回答，而是识别到根据以往的经验，在 Assistant 冒号后面应该写答案。AI 之所以能回答问题，是因为预训练读过大量的问答样本，训练中呢，人类有教过它怎么回答，然后在系统层面强制使用了 User Assistant 的对话结构。总之，小伙伴们要理解 AI 不是懂你，它是在模仿一个回答你的人，它回答的像人，是因为它被训练成看起来像人。当然了，既然在系统层面上用了 User Assistant 的结构，那么模型厂商还会在对话中加入什么东西呢？下一节我们就来了解这个。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我是野生 AI 产品，一个工作在 AI 最前沿、爱思考、爱琢磨的产品经理，希望陪你一起度过 AI 浪潮。